众所周知，哆啦 A 梦最爱的点心就是铜锣烧了。那铜锣烧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呢？今天就来跟哆啦 A 梦一起追踪铜锣烧的起源吧。大雄难得帮爸妈一起大扫除，今天的奖励点心是铜锣烧。大雄兴冲冲的去跟哆啦 A 梦分享这个好消息。哆啦 A 梦正在看铜锣烧大百科，里面记载了各种跟铜锣烧有关的冷知识，比如第一个制作出铜锣烧的人是古时候的一位名叫卞庆的武将，这人是源义经的家臣。作为铜锣烧的狂热粉丝，哆啦 A 梦决定要去尝尝始祖铜锣烧的味道。他们穿越时空后来到了一个古宅，传说卞庆是个身高超过2米、有惊人怪力的彪形大汉。这时桥上出现了一个武士，另一边走来一个魁梧的蒙面男子，他身后背着许多兵器，想必这位就是卞庆了。卞庆让武士交出佩刀，武士不服气，叫嚣着说卞庆是他见到的第100个夺人武器的家伙。然而就在他拔刀的一瞬间，卞庆抡起剃刀就将他的小刀打飞了，武士被吓得屁滚尿流。而这已经是卞庆 PK 赢来的第598把兵器了。明眼人都看出来这个卞庆不好惹，大雄已经瑟瑟发抖。哆啦 A 梦却很勇，他冲了过去，想让卞庆给他做个铜锣烧。卞庆看中了大雄别在腰间的鸡毛掸子，大雄立马就递给了他，然后把哆啦 A 梦拖走了。但哆啦 A 梦不达目的誓不罢休，他想到可以去找源义经帮忙。这时候的源义经名字还叫牛若丸，古书中记载，在5条大桥上，牛若丸打败了狂暴的卞庆，并让他做了家臣。哆啦 A 梦认为这个人能让卞庆成为家臣，那一定是很强了。为了更好的融入这个时代，哆啦 A 梦和大雄还用换装照相机乔装打扮了一下，结果哆啦 A 梦太激动，脚下一滑，把鼻子给撞肿了，机器猫瞬间成了大舔狗。很快他们就发现有个行为很憨的少年在习武，哆啦 A 梦看他笨拙又弱不禁风的样子，心想这一定不是牛若丸。结果很明显，这孩子还真就是牛若丸。他误以为哆啦 A 梦是大舔狗，吓得直接飞到了树上。无论哆啦 A 梦怎么解释，他都依然很惶恐。于是哆啦 A 梦只好顺水推舟，以大舔狗的身份命令牛若丸去打败那个夺人武器的卞庆。但卞庆是传说中的武林豪杰，牛若丸还没有胆量去挑战那种家伙。他想找借口推辞，但哆啦 A 梦不由分说的就把他拉走去找卞庆了。此时卞庆已经收集到599把兵器了，哆啦 A 梦一把将牛若丸推了过去。大雄很怀疑牛若丸这个样子真的能打赢吗？哆啦 A 梦告诉他，历史书上就是这么写的。大雄满心欢喜地期待着他的始祖铜锣烧，可卞庆只是动了一下刀柄，牛若丸的佩刀就被打掉了，他的双手瞬间红肿，大叫着跑走了。就这样，牛若丸给卞庆贡献了第600把战利品。大雄不能任由哆啦 A 梦这样冒险胡闹了，拉着他回到了房间。但他们回来后，这个世界有了微妙的变化。原本今天的点心是铜锣烧，现在却变成了鲷鱼烧，而且大雄妈竟然不知道铜锣烧是什么，连之前哆啦 A 梦在看的铜锣烧大百科也变成了鲷鱼烧大百科。哆啦 A 梦出门问了小镇上所有的点心屋，竟然都没有卖铜锣烧，这些店员也不知道铜锣烧是什么，看来是他们在无意间改变了铜锣烧的历史。哆啦 A 梦回想起一个很重要的细节，卞庆是在收集到第1000把刀的时候才被牛若丸打败的，而他们遇见的卞庆才收集到了600把，所以他强迫还没修炼好的牛若丸去挑战卞庆，导致挑战失败，卞庆没成为牛若丸的家臣，也就不会做铜锣烧了。想到这里，哆啦 A 梦撕心裂肺的哭了。对他来说，没有铜锣烧的生活跟世界末日没有区别。大雄安慰他，鲷鱼烧也有豆沙馅的。可在哆啦 A 梦眼里，铜锣烧就是铜锣烧，是任何点心也取代不了的。于是哆啦 A 梦再次乘坐时光机，要去把世界恢复成有铜锣烧的样子。可牛若丸自从挑战失败后，就整日闷在房间里自闭。哆啦 A 梦进去怂恿他再去跟卞庆打一次。牛若丸表示自己现在还没修行完成，大雄小声吐槽他懦弱，牛若丸连忙澄清，他有着源氏一族的血脉，早已做好了克服任何困难的决心，但这跟能否打赢强大的卞庆是两回事。哆啦 A 梦教导他，只要刻苦修行，就能成为强大的人。
听君一席话，胜似听君一席话。哆啦 A 梦算是把废话学研究透了。变庆恍然大悟，拜了哆啦 A 梦为师，让他指导自己修行。于是变庆在2个小老师的监督下，开始了风雨无阻的修行。而变庆也在不断 PK， 收集了更多的兵器。哆啦 A 梦还特意为牛肉丸做了一个与变庆同等身高的木桩人。少年终于修炼到可以一气呵成，用连招打倒木桩人了。这时的变庆也已经收集到了第999把兵器，今晚就是决战之夜了。哆啦 A 梦鼓励牛肉丸用力量打败对方。为了检验他的修炼成果，哆啦 A 梦拿出道具明刀电光丸与牛肉丸 PK。 这把刀是用雷达捕捉对方动作自动战斗的，而牛肉丸现在的实力竟跟这把外挂刀不相上下了。但哆啦 A 梦 PK 的太过投入，忘了这只是测试，一下子用力过猛，把牛肉丸打晕了。哆啦 A 梦想了个馊主意，大雄跟牛肉丸的身形很像，就算冒充也应该没人会认出来的。他想让大雄去跟变庆 PK， 要知道大雄从刚开始就特别害怕那个魁梧健硕的壮汉，但铜锣烧是哆啦 A 梦的命根子啊，大雄只好硬着头皮前去挑战了。哆啦 A 梦告诉他，只要有电光丸就不会输。可哆啦 A 梦的道具果然又在关键时刻掉链子了，电光丸竟然在这个时候没电了。这时变庆走上了桥，他也很兴奋，因为只要打败了大雄，他就收集到1000把兵器了。面对这个彪形大汉，大雄下意识扔下刀就跑了，但哆啦 A 梦很清楚不能把刀交给变庆，否则就前功尽弃了。他上前一个飞踢，把电光丸踢回给大雄。大雄头上的可不是普通的纱巾，而是仙女的羽翼，这样他就能飞在半空中。变庆很生气，他以为大雄在戏耍他，于是轮动剃刀准备放大招。哆啦 A 梦提醒大雄用驯兽师之笛，大雄吹响笛子后，变庆的身体就不受控制的臣服于他了。可这个笛子有个 bug， 那就是不能停，一旦停了，变庆又恢复凶神恶煞的原貌。大雄心里苦啊，虽然有笛子在就不会被打败，但也没办法获胜啊。糟糕的是，这时大雄还打了个喷嚏，鼻涕把笛子孔堵住了。变庆立即起身要攻击大雄，他挥舞2下剃刀，大雄的仙女羽翼也被割成了2半，开挂作弊都没能碰到变庆一根毫毛。眼看变庆的大刀就要砍下来，大雄和哆啦 A 梦的大脑已经宕机了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悠扬的笛声传来，月光下，一位身法敏捷的少年吹着笛子快步踏步接近，是牛若丸。他一跃跳到了变庆的背后，转移对方的注意力。哆啦 A 梦和大雄算是得救了。随后牛若丸以惊人的速度在变庆周身反复横跳，看得变庆都眼花了。这还是头一次有人能在他前面秀操作的。变庆生气的抡起剃刀砍过去，牛若丸轻松一跳就躲过这一击。他神情如燕的站在刀把上，继续吹奏着战曲。变庆急眼了，他快速抽出另一把刀想砍过去，但牛若丸以更快的反应速度用刀把击中了他的腿骨，这个部位是痛感非常强烈的地方。就算是变庆这样的豪杰被打败后也痛得流泪，于是变庆就这样认输了。他十分钦佩牛若丸敏捷的身法，自认无法战胜。变庆请教了牛若丸的尊姓大名后，就想去做他的家臣。牛若丸受宠若惊，哆啦 A 梦上前鼓励他收下变庆。这时牛若丸的肚子发出咕咕的声音，变庆连忙表示要做点好吃的给他充饥。历史终于被修正了，哆啦 A 梦圆满了。变庆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小屋中生火做饭，他做了许多面团，还准备了豆沙。他有些好奇这个一直喋喋不休的蓝色狸猫是啥玩意儿。牛若丸介绍说哆啦 A 梦是自己的师傅。变庆很惶恐，立即双手盛上了刚做好的点心给哆啦 A 梦。虽然这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铜锣烧，但哆啦 A 梦依然激动的都快哭出来了。他期盼已久的始祖铜锣烧终于要吃到嘴了。可当他满心欢喜的把点心放进嘴里后，却傻眼了。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这玩意儿好难吃。哆啦 A 梦无法接受这个事实，再加上之前落水后又一直吹冷风，他发烧了，满脸通红，直接倒在了变庆搓好的面团上。大雄拿掉粘在哆啦 A 梦身上的面饼，就把它带回去了。他们走后，牛若丸不想浪费粮食，于是让变庆在这2片被哆啦 A 梦烫过的面饼里加上豆沙馅，结果竟然意外的好吃。原来刚才变庆给哆啦 A 梦吃的是没有烤过的生面饼，于是他们把剩下的面饼都放进火里烤熟了，并加上豆沙馅。为了感谢哆啦 A 梦为他们带来这么美味的点心，他们决定将此点心命名为铜锣烧。日语中
红萝和多拉发音相似，搞了半天发明出铜锣烧的竟然是哆啦 A 梦自己，心疼哆啦 A 梦1秒钟。哆啦 A 梦虽然没能吃到美味的10足铜锣烧，但他也不纠结了，当下能吃到美味的铜锣烧，他已经觉得很幸福了。好了，本期问题，你们喜欢吃铜锣烧吗？欢迎大家留言、点赞和关注哦，我们明天见。